昨天啊，我见了咱们的师妹朱莉，你还记得她吗？她是要给你介绍一个案子吗？对。她怀孕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否则她为什么不自己做，要介绍给你呢？她做了一半了，已经起诉了。我还奇怪呢，我说她为什么找我没找你呢？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？是耀斌的案子吧？她找过你，你不能接，为什么？利益冲突。跟谁利益冲突？柏敬红。你跟柏敬红签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今天会签。我也是今天要签。我的决定是柏敬红。看见了，他肯定以为我是在袒护你。当然是柏敬红，柏敬红胜算更大。我们签的风险代理获益更多。抛开输赢不说，耀斌这个案子我们还要跟朱莉分。他之前毕竟做了一部分工作。何塞可不这么认为。如果他非要代理耀斌，那他只能换一家律所。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。那您说怎么办？从你那儿挑一个客户给他。任小年。哎，刘总，你稍等啊，我马上就到。从我的客户里挑一个给何塞。任小年。老大不同意。其实何塞需要的是弯腰唱征服。那您是不会弯腰啊，还是不会唱征服啊？都会，就是不能一起。柏敬红约的几点？11点，不过他喜欢迟到。任小年介绍了一个客户，刘前进花520万买辆劳斯莱斯，结果是辆二手车。他去法院告，一审居然输了，他们的律师不行。把他介绍给何塞，这属于消费欺诈，何塞擅长。什么呀？一个礼物。送我礼物干什么？求你接一个案子。罗宾让你求我呀？你接还是不接？他干嘛不自己接呀？你觉得呢？他觉得对不起我，还是因为案子太棘手，客户太难缠呀？何塞，这里面啊可是设计师茶具。我可拿走了啊。哎，你留着吧。我可是因为你啊，不是因为他。嗯。我把廖佳敏介绍给了耀斌，你别恨我。我为什么要恨你？好，
那我们就冰释前嫌啊，我呢，接受你的道歉。我的道歉？我对你做错了什么？斌，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，你让丽娜送给我礼物。什么礼物？茶具。丽娜说是我送的。我懂了，是丽娜觉得你错了，所以她在替你打搅了。不，你没懂。丽娜送你礼物，是她希望我们两个人能缓和关系。那到底我们俩是谁的错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紧张？廉颇和蔺相如关系紧张，那你说是廉颇的错还是蔺相如的错？你是说我是廉颇，我应该对你负荆请罪 ？No， 是和氏璧的错。如果没有和氏璧，蔺相如到哪里去干一票完璧归赵呢？我必须把话说清楚啊！咱们俩在任小年的事情上有分歧，但是任小年他可算不上块和氏璧。他充其量算是一只煮熟了的鸭子。你以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为荣啊？我和你不一样，你以此为耻。对，我以代理像任小年这样的客户为耻，深以为耻。我学习法律，不是为了给他这样的人争取利益的。我到今天才明白我为什么会学法律，因为所有学法律的人如果都像你这样，任小年根本就请不到律师，这不公平。不用客气。开展中央储备肉投放工作，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1万吨，增加猪肉市场供给。在角逐一场没有终点的梦，又能怎样？硝烟从未散场，又怎样？纵然百孔千疮。廖主任，你是越长越帅了。你越来越年轻了。听说你和何塞一直在明争暗斗。麦飞说的吧？他在你们那儿实习的时候，夹在你和何塞之间，两头为难啊。可在您那儿，他可是大红人啊。被告麦琪在离职以后，通过原同事李云波陆续获取耀斌公司的设计图纸，这些设计图纸均是耀斌公司用于生产的设计图。设计图纸上的产品大小、颜色、图案，都是耀斌公司的商业秘密。技术秘密是为了解决某项技术问题，经由智力劳动获得的设计、程序、工艺方法等。此外，速征信息要构成商业秘密，不仅应处于一般的保密状态，而且获得该项信息需要有一定的难度。从 4S 店提供的电脑检测记录来看，该车的大部分设施显示已经行驶的公里数为5515公里，而部分设施显示的行驶里程为1767公里。被告麦琪利用与原同事李云波的亲密关系，窃取耀斌公司严格保密的设计图纸。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是两个曾经共事的设计师之间的正常交流。汽车销售公司将一辆二手劳斯莱斯篡改里程表之后，当作新车销售给顾客。涉案设计图所示的颜色、图案大小，也不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信息，属于销售欺诈。其任职的晋宏集团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全体起立。现在宣判，涉案图片的大小尺寸属于直接观察可得的内容，图片大小尺寸本身不蕴含任何技术手段，不能够解决
任何技术问题不属于技术秘密的保护课题。综上，法院驳回耀斌公司的诉讼请求。一审法院由于证据问题，驳回了刘前进先生的诉讼请求。案件现在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。我是刘先生的2审律师。我们在4S店发现了证据。